嗨，我是 Stella。因为我最近去做了心理咨商，那也算是我第一次做心理咨商。然后，那我一直都对心理咨商抱持着就是很正向的态度啦，就跟拜拜一样，只是换一个方式而已。会觉得说最近状况比较不好，但是状况不好通常有很多原因嘛。那你可能脑袋比较混乱，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你的状态，自己也无法厘清的时候，你就需要一个第三方来帮助你。然后我现在是在咨商回家的路上。那我是怎么发现我状况的呢？觉得说当我在认真处理事情的时候，我反而有一种虚无感，就像灵魂出窍嘛，就是你好像在位置上做事，可是你的灵魂是抽离开你的身体的，对这个状态的人很陌生，知道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排解这个问题，当然就会需要专业的帮助。那也刚好说，现在卫福部它要补助那个30岁以下的年轻人心理咨商的方案，就是可以免费的3次的心理咨商，好吧，也是该花点时间了解自己的，不是在就是可能庸碌碌的生活。那我就去预约了我家附近的心理咨商所，每次是50分钟。第一次的咨商比较像是让咨商师了解你的背景，他才可以挖掘出你为什么会有这些心情的或者是情绪的产生嘛。所以第一次的50分钟，而且我好像比较娓娓道来，所以我好像第一次也更久，可能至少有1个小时这样子。了解彼此，那就会发现说，其实我生活上有很多，不管是他人给的、自己给的，还是就是各种压力嘛。然后很多的压力都是用比较而来，很爱在心里跟别人比。简单来讲是这样子。我自己觉得比较粗鲁的对待自己的情绪，因为会觉得其他事情更重要，但其实自己的生命健康是最重要的。为期3次的疗程，那如果第4次的话，就是要自费。在心理咨商的过程，像是什么样的？心理咨商师他会很常问你，那这是什么感觉？他希望你能明确的表达出你是什么样的心情。你一开始表达不出来没关系，他会一步一步的分解给你听。就例如说，假如你给自己压力，这份压力是从何而来的？那你当下有什么感觉？你可能是愤怒，你可能是焦虑，你可能是不安、紧张，这些都有可能。那就是要你一层一层抽丝剥茧，因为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互相牵扯的。他会一个一个环节来询问你，然后在每一个环节都会有不同的情绪，他不会告诉你答案，自己就是最后会明白是怎么样的。对，这部片完全没有写脚本，所以我讲话就困扰，可能意思没有表达得很好。不过这就是现在的状态啦。我觉得我现在很难描述自己的心情，而且时常忧郁，睡不好，2-3个小时就会惊醒一次。而且讲一讲话，就会很想要落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也不明原因的想哭。我知道自己跟平常不一样，所以我才去寻找帮助。其实就很像跟陌生人聊天，只是像跟一个很有耐心的陌生人聊天。他会不停的反问你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，然后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，还有你是怎么想的，反正就是以你为准。但我可能很常会跟一些认识的人做比较，但是咨商师他对的是眼前的你，这样才不管那些不在你身边的那些屁语，他只在乎眼前的你，他要就是你表达你自己这样。所以在回答的是直面自己的声音，就算你心里有一些黑暗想法，你也不用掩饰了，就直接讲给咨商师听他不会带出去的啦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可能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不跟朋友讲一讲就好了？难道你没朋友吗？不是啊，有一些话你也很难对朋友有启齿嘛，你跟陌生人讲反而比较轻松。这是我第2次的感想，不知道第3次我会有什么感想。然后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不容易满足吧，就是我会一直想要什么东西，想要的东西不是只说什么一个实体物品，什么一个包包，就是除了这些实体的东西，也有可能是一个感情。比如说我可能想要一个认同，想要一个赞美，就类似我永远都在追求这些我想要的东西。我也知道说我已经拥有了什么，但是那个声音太过微小。这个是咨商师的，就是给我的今天的结论嘛。好，我今天还有一个感想，对，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嘛。因为有些人过得很轻松，就是他没有给自己压力，可能目前他过得很爽，因为他没有进步，现在以后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磨难。相反的来说，你现在给自己压力，一直想要进步或做得更好，或获得的更多，但是有一天可能给自己的压力，最后是真的派得上用场的能量，这样子。是凡事是一体两面的。那现在要学习的就是如何让自己可以。就是我那个压力大会就是暴食，所以现在就是变胖了，对，多休息，好难哦。
那我的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心理咨商结束了，真的是看看我的鼻涕纸都带出来了，大哭一场。这次有一个环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叫做角色扮演以前修教育心理学的时候有学过，今天实际要用的时候，我当下还傻眼了大概2-3秒，我想说谁要扮什么？咨商师他扮演的是今天一整天都很辛苦、很劳累的我，然后我呢就是要扮演一个你看到一个辛苦的人，你要干嘛？当然是安慰他嘛，所以是要安慰我自己。我讲不出口我真的讲不出口。那因为这3次下来，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无法觉得自己做得很好，我不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好啦，我总是觉得自己哪里有所不足啊，不值得被称赞啊，没有满分的时候啦。面对这样子的角色扮演，我是说不出口说辛苦了，你很棒，大概5-6分钟吧，好不容易挤出辛苦了，然后我就大爆哭。对，是真的很累，就是平常是无法对自己说出口，也没办法让自己休息。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嘛，像如果你是一个很爱把事情全部排满，待的刚刚好那种 schedule 的人，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休息时间也硬是塞进去呢？好，我安排了1个小时的休息，可是我就坐在那边放空，反而更焦虑如果是我就是这样，那就把那个1小时的休息就可能改成看1小时的漫画啦。对，我觉得很爱看嘛。你在排 schedule 的时候，不管是排工作还是怎么样，你就一定要把休息也排进去，不要再忽略，一定是需要时间的。我怎么可能今天长这样，隔天就可以变成一个新兴人类？怎么可能？所以一定是需要时间去改变的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心理咨商师是希望我谨记啦，要时常来鼓励自己，也不要觉得休息就是一件浪费的事情，因为适时的放松，这些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做不做得到又是另外一件事。我就是人矛盾的地方他也有问我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我会怎么奖励自己，我会怎么安慰自己。我真的就是因为像刚刚我说的嘛，我说不出口那但我会做一些事情，就例如像我今天觉得自己超棒，完成了3次的心理咨商，1次都没有缺席，也没有改时间，完全没有逃避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的冰淇淋，告诉你超好吃，大家一定要买。哈根达斯的日式黄豆粉奶霜蛋糕寿司，超级好吃。对，但是我是不会是口头上面称赞自己的，我会觉得都是应该的而且怎么可以休息呢？怎么可以当一团烂肉呢？ Anyway， 就是一定要塞事情。影片也更新的不是很固定更新，真的抱歉，对不起大家。其实我觉得去到第2次吧就有差了，对我来说不过每个人状况不一样。对，他今天也有说我的焦虑的行为就很像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天神，然后再加东西，他就不小心加太多了。就我的焦虑呢，是原本觉得自己是一点可以承受，突然啪就一大杯，然后满出来的。我在这个满出来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，天哪，我的杯子装不下，所以我就赶快去寻求帮助，刚好用上了这个方案。然后我觉得有个蛮大的体悟，如果你心情放松一点的话，世界也会给你一个不错的安排。对，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以后，感觉世界跟着你缓了一下脚步，这样子。这是我对于今天的感想。虽然我是那种很难把自己的就是辛苦说出口的人，但是我做不到的事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做到。对我刚刚一对自己说出辛苦了，就是角色扮演的环节，一对自己说出辛苦的时候，真的是忍不住的狂哭。我个人是很推荐去心理咨商的。那如果没有咨商过的人，那又有点害怕，也或者是经济方面比较不允许，觉得这个方案都很适合大家。3次的免费的疗程，干杯！